望着那诸天印散发出那足以毁灭一切的力量。在这无尽的虚无中，他显得孤独而又威严，仿佛是大宙间最后的主宰者，准备在一瞬间决定万物的生死。刚刚你说你想成为代替无上明神，成就无上巅峰，那就先挡下这一招，再觉得自己有没有那资格。粉老的声音自萧炎的体内传荡而出，那威严而深沉，回荡在丰都城的每一处角落。诸天印在粉老的催动下，释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芒，缓缓升腾，带着毁灭的意志，朝着明月的神圣之光一拍而下。空间在诸天印的冲击下扭曲，仿佛要将这天地间的万物都卷入一场毁灭之中。诸天印如同穿梭在时空之中的流星，它的每一次移动都伴随着空间的扭曲和崩裂，仿佛要将整个天地间的规则摧毁。万物在这股力量面前显得脆弱不堪，如尘埃般轻易被毁灭，化作虚无。最终，诸天印与神圣之光两者的力量在虚空中碰撞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。随着碰撞的加剧，诸天印内部的能量逐渐凝聚，最终形成一颗璀璨的太阳。它散发着耀眼的光芒，将整个丰都城的幽暗都仿佛给吞噬了一般。这颗太阳似乎包含了诸天毁灭的所有本源，它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撕裂天地间的规则。即便是神圣之光的能量，在这股力量面前，就像冰域烈火，迅速瓦解消融，并接近了崩溃的边缘。诸天印中心的太阳光芒更加炽烈，仿佛要将一切力量都彻底的抹除。最终，在诸天印的毁灭之力冲击下，那道神圣之光诸亮如遇末日审判一般，他们在诸天印的强光中扭曲变形，瞬间焚烧殆尽，不留任何一点的踪迹。神冥界的众高层神灵的脸上浮现出如释重负的表情，仿佛一时间卸下了沉重的负担。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感激之色，望向萧炎的目光多了几分尊崇。萧炎的身影在他们眼中仿佛变得高大起来，他的英勇行为在神冥界中画下了一笔浓墨重彩的印记。然而，觉醒神血5成力量的明月，这位让整个神冥界陷入恐慌的存在，面对自己力量被诸天印击垮，却显得异常平静。他的脸上没有一丝波澜，眼神深邃，如同深渊，似乎早已预料到了这样的结局。萧炎此刻神情凝重，他的目光如炬，紧紧锁定着明月。而在他的头顶之上，那道蕴含无穷威能的诸天印，它的光辉如同烈日般耀眼，映照着他坚毅的面庞。在这一刻，他的内心清晰地响起了粉老的声音：只有将罪魁祸首的神血镇压回去，才能真正结束这场神冥界的灾难。萧炎深吸一口气，力量在体内沸腾，然后猛地一跃，诸天印爆发出强大的威压，空气仿佛为之震颤。诸天印带着破空之势，急速坠向明月。这一击蕴含着萧炎与粉老的全部力量和决心，是要将这股灾难源头彻底的消除。在这一瞬间，整个神冥界的时间凝固，众高层神灵屏息以待，等待着这最终的一刻。这已经不再是战斗，萧炎的举动是为了拯救神冥界这场灾难，改写神冥界如今的命运。诸天印在明月的瞳孔中无限被放大，就在大家都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，明月的脸上泛起一抹诡异的笑容，仿佛掌握了一切的胜券。他轻蔑地嘲讽道：诸天印又如何？你有神印，难道我就没有吗？话音刚落，明月身后的那双巨大眼睛开始发生变化，那双巨大的眼睛缓缓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一道深邃无比的紫洞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众神灵更为强烈的窒息与压迫感，仿佛一切生灵都在等待着一个不可知的命运。紫洞如同深不见底的黑洞，在其中有着缓缓旋转的神秘漩涡，其间蕴含的能量让世界都为之改变。神秘漩涡在紫洞中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仿佛要将周围的一切都吞噬进去。明月身上的气势越来越强，他的笑容也愈发深邃。而在这神秘漩涡的最深处，似乎有一股更加恐怖的能量正在酝酿，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爆发。司神看着这一幕，面色突然巨变，他能感受到那股能量的可怕，知道这是一场生死之战的前奏。司神大人，难道明月他要施展的是？神明三王异口同声，似乎已经知晓了明月要动用什么招式。是的，想要击垮那道诸天印，恐怕他所施展的便是第二形态的轮回印。什么？第二形态的轮回印？当司神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不管是风鬼仙神还是天幽战神的幽战地，他们的身体都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，因为那第二形态的轮回印威力之强难以想象，甚至轮回印一出，一切万物被接触都将被强行的轮回，任何力量物质能量都会被轮回印吞噬，不会有任何的生还。这一击可谓是造化巅峰以及造化极限者的噩梦。然而就在这紧张的气氛中，明月的笑容越来越盛。下一刻，紫洞中那漩涡深处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如被唤醒的巨兽猛然间爆发，天地为之变色，万物俱寂，空间时间都在这一刻被彻底的凝固。此洞的跟前，一道紫黑色的神之印法显现，它如同深渊中升起的暗星，充满了不可抗拒的神秘与威严。印法上更是有着黑色液体，宛如涌动的血水，它们在印法上蜿蜒曲折，仿佛拥有自己的生命。
每一个漩涡都像是一个微型黑洞，能够吞噬一切接近的物质。那股力量强大到令空间都产生了扭曲，周围的空气仿佛被抽离，令万物神灵都感到窒息。紫黑色的神之印法散发出的威压，让众神灵不敢直视，即便是道法规则，在这道神之印法面前也显得脆弱不堪，仿佛可以被轻易的撕裂重塑。这正是明月所施展的第二形态轮回印。这道轮回印是明月施展的法则，它无视世间万物，超越常理。当任何存在触碰到这股力量，都将被卷入一个无尽的轮回之中，体验生生死死的无常，感受岁月的沧桑。即便是强如造化主神，面对这道轮回印，也不得不心生敬畏，因为它代表着明月对轮回之力的掌控。周围的景物在这股力量的波动下，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空间似乎因为这道轮回印的出现而产生了微妙的扭曲，一切都被这股力量所吞噬。诸天印不过是第一形态罢了，而我的轮回印乃是第二形态，你又如何抗得下我的这一道轮回印呢？明月站在不远处，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，他的眼神深邃而冷静，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一切。他知道，一旦轮回印开始转动，那么就意味着这里的所有神灵都会随着轮回而结束，同时开启这些神灵的另一段未知的开始。没想到他竟然可以催动第二形态的神印，小家伙看来这一场灾难怕是难以解除了。粉老那无奈的声音从萧炎的脑海中响起，萧炎也是首次听到粉老会这般无奈，竟然也没有把握能够击垮觉醒神血5成的明月。对方的那道神之印法难道已经强大到连你都没有办法了吗？萧炎依旧不放弃地询问道。没错，对方施展的乃是第二形态，即便是诸天印也难以与之撼动，这倒是让老夫出乎了意料之外。萧炎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，不过为了不放弃，他依旧坚持选择与之对抗。这不是傻，而是他必须要这样做，这是作为真正强者的一股责任。并且这里是神冥界，神冥界的规则秩序不能就这样被这一场灾难所破坏。粉老，上吧，我不管对方有多么厉害强大，我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阻止他。萧炎的一道决然之声响起，他那双金色眼眸愈发的神圣，仿佛充满了智慧。萧炎面对着那散发着规则之上的轮回印，他毫不畏惧，双手借助着粉老的力量不断的输出，他身体的气息变得越发剧烈，仿佛要与整个天地抗争。诸天印宛若穿越无尽岁月的利剑，直指那象征着永恒轮回的印记。虚空在诸天印的冲击下，仿佛要将古今未来的一切界限统统划破。所过之处，空间扭曲，天地色变，一股足以毁灭天宇的力量在瞬间释放，宛如天神之怒，向着那轮回印悍然撞去。轰！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在虚空中炸裂开来，宛若神鼓震天，回荡在无形的虚无之中。爆炸的波纹携带着毁灭的气息，无情的席卷四周，形成一圈圈涟漪波动，从碰撞点蔓延开来，将这片天地的一切道法规则全部轰碎。轮回印上的漩涡如同活了过来，紧紧缠绕住诸天印，两者在虚无中纠缠，仿若两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在激战，引得天地失色，星辰为之动容。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，四周的空间都直接被撕裂，无数光影在虚无中闪烁，形成一幅幅破碎的画面。而萧炎则在这混乱中显得格外坚定，他的目光中透露出不屈的意志。即便是面对第二形态的轮回印，也要以自己的全力加上粉老的诸天印，打破宿命的枷锁。真是好顽强啊！那么就让你见识一下轮回印的真正力量。明月的双手忽的合十，一股未知神圣的力量从掌心涌出，与诸天印上的金色符文产生了共鸣。突然间，明月双掌猛地一分，一股深邃莫测的能量波动自其体内爆发而出，瞬间将诸天印包围。萧炎只觉得空气中的能量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抽离，四周的空间都开始扭曲，如同漩涡一般，疯狂地旋转着，吞噬着周围的一切。诸天印那闪烁着神圣光芒，下一刻就被无情的轮回漩涡彻底吞没。明月站立在对峙的另一端，幽紫色的双眸中透出胜利者的冷酷与得意，他的双手犹如指挥着命运之轮，操控着轮回印的真正力量。周围的空气因为两股力量的碰撞而变得扭曲，空间似乎都在随之颤抖。轮回漩涡中心爆发出的吸力越来越强，四周的游离能量都被不断吸引，卷入那无尽的漩涡轮回之中。萧炎的眉头紧锁，他感觉到轮回印上爆发出来的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。诸天印曾是萧炎以及粉老最大的底牌，此刻却在轮回漩涡的进攻下显得脆弱不堪，并且他能感受到诸天印内部力量正在逐渐的崩溃，裂纹在其表面蔓延，仿佛下一刻就要化为轮回中的尘埃。难道真的无法抗衡这轮回印的力量了吗？神冥界真的要接受这一场灾难了吗？萧炎心中涌现出一股无力感，面对这恐怖至极的轮回印，他体内的大道神力如同沧海一粟，微不足道，并且也受到了轮回漩涡的吞噬，他的大道神力不断的在流逝。
小家伙，别放弃，我们一起用尽全力抵挡。我相信以你焚神之力的加持，会有奇迹的发生。冯老感受到萧炎的意志开始不稳定，立马喝声响起，鼓励着萧炎。对，不能放弃。虚儿、彩铃他们都等着我将他们复活呢。萧离老师、圣龙前辈们，我萧炎绝不放弃。或许是冯老的鼓励效果，突然间，萧炎体内的一股潜力再度爆发，他怒吼一声，将所有的大道神力凝聚在掌心的诸天印上。这一刻，诸天印爆再次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其上不只有一个大道之法，除了言之一道外，还有第二个大道之法，那就是丹道。萧炎催动两个大道的力量一同注入诸天印之中，使得诸天印的力量再一次的暴涨，最终与轮回印的力量做剧烈的相抗衡。两大神印在虚无中激荡，形成了一场无声的较量。萧炎的脸色在光芒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狰狞，他的目光坚定，仿佛在诉说：我会用命坚持到最后。然而，就在两股力量即将达到平衡之际，轮回印突然释放出一波更强的力量，那股力量如同狂潮般冲击着诸天印的防线。萧炎感到一股强大的压迫感袭来，诸天印的光芒越发暗淡，裂纹迅速蔓延开来，仿佛下一刻就会彻底破碎。糟了，第二形态的轮回印其力量深不可测，即便加入了两个大道之法，依旧难以弥补两者之间的差距。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，萧炎深知自己不能败，他咬紧牙关，面容扭曲，用尽全力将两个大道神力如泉涌般向诸天印不断的汇聚。可是，在明月那神态自若的表情之下，诸天印即便加入了两个大道之法，但在第二形态的轮回印面前，还是处于下风，再也撑不住来自轮回印的冲击，仿佛下一秒就会彻底的破碎。然而，并没有奇迹的发生，萧炎的气息在轮回漩涡的压迫下越来越微弱，他的脸色苍白如纸，自己的大道神力正在逐渐流失，并且诸天印上的裂纹如蜘蛛网般迅速蔓延。终于，一声沉闷的破碎声响起，那历经无尽岁月神圣无比的诸天印在此刻彻底溃散。结束了，无上传承者。明月的眼中闪过一丝得意，他操控着轮回印，仿佛要将萧炎连同他的意志一同轮回吞噬。萧炎的双眸中充斥着一抹绝望，他感受到了四周空间的扭曲，轮回漩涡仿佛成了通往他三生三世的大门。就在萧炎即将被黑暗彻底吞噬时，一道耀眼的祖符光束和原始光速突然从他的身后激射而出，两道光束在黑暗中划过一道绚丽的轨迹，犹如破晓的第一缕曙光，轰击在轮回印上，激起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声。光芒四溢，旋转的轮回印被这两股力量撞击下，并没有出现异变。然而，那两道光束在接触到轮回印后，瞬间被漩涡吞噬而尽，其能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萧兄，快离开那里！原来是灵动和沐尘二人为萧炎争取逃脱的时间。你们三位都走不了轮回光束。明月根本不给萧炎逃生的机会，因为他身上的神火已经被神血意志看上，今日无论如何都要将其占为己有。不仅是神火，祖符和原始法身也是属于他。你们快走，我一人留下来，不要白白牺牲。萧炎对着灵动和沐尘大喊，眉头上的青筋暴涨，满脸通红。既然不敌对方，也不能让灵动沐尘出事。萧炎将自己逃离的机会留给了灵动和沐尘，自己牺牲。在萧炎那快速的双手结印下，焚神之力化为一道神圣光团，朝着灵动和沐尘而去。最后二人被神圣光团包裹而下。灵动沐尘脸上露出担忧之色，想要催动神力破开神圣光团。然而在萧炎大手一挥下，神圣光团涌动，直接将灵动沐尘二人瞬移战场之外。萧兄，面对着灵动沐尘的大喊声，萧炎则是偏头看向他们二人，脸上淡淡一笑，然后看向司神以及神明三王和众高层神灵们。我能做的就只能到这里了。萧炎闭上了眼睛，诸天印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一场灾难，那就争取一点机会让他们逃离。难道他想牺牲自己？神明三王的明九王声音无比低沉，他的表情都忍不住的抖动。萧炎的行为让他风鬼仙神、天幽战神的幽战殿他们都感到深深的震撼，没想到为了别人竟然甘愿牺牲自己，这就萧炎的守护之道。五色神怒火莲，萧炎见大家都已经离开战场之外，他也施展出自己最强的底牌。萧炎狰狞的目光锁定那巨大的轮回印，狠狠地丢出手中的神怒火莲，其中的每一道颜色都是代表着可毁灭一切的能量。轰隆，五色神怒火莲直接撞击在那轮回印上，爆发出一层层无形的涟漪空间波纹。可惜下一刻，那道毁灭的火莲瞬间被轮回漩涡吸附，瞬间被瓦解裂开，化为轮回中的星光点点。而后在五色神怒火莲被击溃的瞬间，一道可怕的轮回神光直接从轮回漩涡中迸射出来，以那光速般的速度直接冲击洞穿了萧炎的身体。所有众高层神灵纷纷沉默而下，没有人出声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。他们如果一旦抽身离开神阵，那么没有了神力的维持，神阵就会立马失去其中能量的平衡，届时神阵就会彻底的崩溃，其中的庞大
也会直接流入整个丰都城，到时候对丰都城也是一个不小的创伤。特别是神冥界之王的通天司神，在他的眼前居然发生了眼睁睁这样的事情。但此刻的他，为了维持九幽九冥神法大阵，他也只能一直看着萧炎的身躯没入那轮回漩涡之中。灵动、沐尘二人的脸色更是无比的难看，双眼早已经变得猩红。灵动、沐尘的头脑一片空白，竟然想要直接冲上去，准备将萧炎救出，然而被一道充满智慧的沉声阻止。